胯嘛，裆的两端就是胯啊，可是胯是圆转的啊，所以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向嘛，所以裆是一个横向的力嘛，是不是这样子？那我后裆如果固定了，不动，那要往哪边走，是不是由前面的胯来决定？就看它是裆打开，但是踏出去的那个时候，你的胯的旋转来决定你的裆的力量，最后往哪里走？对，就是我的胯要把这个裆拉往什么方向，引导了，不能讲拉也是啊，可是它没有那么重啊，把这个裆引导到什么方向去？力量撑起来以后，我要移动的时候就由胯来决定方向。当然啊，因为骑马步的时候是胯是放松的，对呀，放下去它是对呀，对呀，然后现在变成是它来决定方向。对呀。这个要琢磨一下。不是啊，不是，就好像你一个橡皮筋，你缠到这边嘛，橡皮筋你拉起来，橡皮筋是固定的了，它有弹力，是不是？这个橡皮筋要往哪去呢？由他们决定啊。所以是裆撑着，然后胯的动去决定它最后方向。对，所以一定是落胯撑裆。一落胯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了要往哪去。好，落胯不等于蹲低。那个玉寻，这有水了。落胯不等于蹲低哦，所以不要用蹲低来当成落胯。我同样高度一样，落胯，这样不懂？落胯啊，不要用这个力量，不要用这个啊，一落。像一个跷跷板一样。哎，对，所以你要松啊。这个手啊，来，手也是手出去啊，手不要自己出去，手出去，你看哈，我手放着，当我一沉，手是不是就起来了？因为跟我的下沉是反作用力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一沉，这个手就起来了。当我的裆往前面一走，手是不是就出去了？所以它还是这两个的结合，它就是所以看起来就是这个，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是这个，它其实是这个。你说我不用力，怎么能穿到啊？身体的加工不对。请问我这个动作的意义是什么？接触啊，对，造成接触。这是一个要害，我打他的要害不一定能打到，可是人对要害的防范是什么？先天性的，他会有本能性的防御，目的是什么？目的是造成接触，有了接触才有下一步的变化。所以你不可能说我一上来我就要把他的喉咙穿一个洞，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像刚才人本能性的往后一收，往后一退，你这个力量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子？我要的是接触。我们所有的招式，在你练套路里面，所有的招式的目的，不是用那个招式打到人，而是用那个招式造成接触。有了接触，才有下一步。所以中国武术里面的很多的招式都是打那边，都是打要害，都是打他本能会防御的地方，踢裆。说你
中国武术非要踢裆吗？我踢裆，我不是要踢他的裆，我踢裆是要他的反应。我插喉是要他的反应，我戳眼睛是要他的反应。你打这些地方，他不会有那个反应，晓得吗？要哎。如果只是造成接触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拿捏那个力量的比例？不用啊，你就让他感觉到有威胁。他不挡就戳下去。对，对啊，是啊，因为那是要害嘛。就很用力这样戳下去。你很用力就慢了嘛。对啊，所以这里的是什么？松快。我如果在这边很用力，这样子我变慢，而且我的意图太明显。我一做这个，他就晓得了嘛。可是我做这个，他不晓得，因为我没有意图，我没有要伤害他的意图。可是到那边的，他才会有反应。听不懂？所以第一下永远是什么？第一下永远是要让对方产生反应。那这个东西啊，这个传统这个东西啊，在现代啊，会比较没有用，尤其是在擂台上面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反应。他们没反应，你不能打这边，你不能插眼，你不能这个，你打这些地方，他不需要反应，他就抗着接近，他们就练习那个挨打啊，练习惯了，他不需要闪躲了，他不需要闪躲，他就没有那个反应，听不懂？所以中国武术的很多的招式，你说上擂台它没有用，没有用不是招式没有用，而是那个人，你的对手他已经失去了那个反应了，他失去那个反应了，晓得吗？可是你手上如果是一把刀子，它就会有反应了。可你在徒手对打，他不要反应，因为他反应就损失了一个时间嘛，所以他没反应的时候，你打他的时候，他就可以回击你，晓得吗？所以那是一种不合理的，那是一种比赛式的，是一种比赛式的那样啊。它不是实战，所以我说那些东西永远不是实战，听不懂？它已经丧失掉了那个动物或者人原来有的应该有的那种对危机的反应，它没有了。啊，你看那个拳击有很多，你看那个什么龙啊，中国那个什么龙啊，人家打他头是不是？他就让你打啊，他也不躲啊，也不架啊，也不什么，他就让你打啊，是不是？可是这种东西，你到真正实战的时候，你就完蛋了。如果它变成你的一种你的反应的话，你就完蛋了。看不懂？所以中国武术里面很多东西是掌握了人体的那个反应，好像我们怕痒，你没有哈到它，它就会动，它就会缩，这就是人的反应。中国武术掌握到很多这种人的反应，而产生出一些预判，晓得吗？所以我的打击，我打这边，我打心窝是他要防的，所以我打这边造成他的反应。我知道当这个
我打去的时候，它会有什么反应？它会往后缩，当它往后缩，下巴就出来了，头就出来了，是不是？小腹就出来了。我插喉，它会有什么反应？它如果往后仰，心窝就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子？我插喉，它如果来拨我这个手，一收拨我这个手，头就出来了。所以我要的是第二下。中国武术打斗里面，真正打到人是第2下、第3下，不是第一下。这样不懂？所以我要强调这个。你看现在所有的中国武术的这种位招，都丧失了反应了，都没有反应。而是站在那边没有动，就这样子，拦啊、架啊、带啊什么这样子，身体没有反应，这是不对的。你去跟你家里的猫玩，你去看猫的反应，是不是这样子？你戳它的腹部，它会有反应；戳它的哪边，它会有反应。这才是动物的本能啊！当你练成没有反应的时候，你这个人已经完蛋了。听不懂？那已经不是实战了，那是一种 game， 那是一种 game。所以在这个里面的练习里面，我要你们有反应，我要你们的出手能够造成对方有反应。所以当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很安全啊，它很安全，它不会有反应啊。所以2个人练习的时候，你不能出手出到这个地方来啊。很多中国武术的位招也是一样，出手只出到这边来，然后对方老师啊什么在这个地方来处理这个拳头，错误的，完全错误。因为我打到这个地方，他来处理，他是这样处理嘛。我打到这边，你看他的处理，这种处理才对啊。听不懂？所以我们对练必须什么？你可以放慢，你可以不要出力，可是要让对方有威胁感。听不懂？让身体会有那个反应出来，在反应中去处理。好，再试试看人的反应的力量，然后利用那个力量做出一个反击，就像我们以前练的那个打虾驴后面的阶段那个，听不懂？所以我反击的时候，我的第一动是什么？我的第一动是反应，好的吗？就是我说的嘛，把别人要打的那个目标先让它消失掉。我们的反应就是让那个目标消失掉啊，是吧？所以我们的第一动也是什么？我们的第一动也是把目标消失掉。消失掉的过程当中，看我怎么消失，我往后消失，往右消失，往这边消失。根据我消失的，然后我掌握那个力量，回击。一样，所以第一动也是什么？第一动也是自然。第一动是自然的反应，对，然后跟这个是一样嘛。听不懂？所以它比较难，就是说你的身体要练到非常的配合。它不是一个制式的技术。